你好，这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来自日本富山市，非常感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今天我们来烙饼，来做芝麻烧饼。这个饼的特点有3个。第一，做法相当简单。第二呢，非常有嚼劲儿，嚼劲当中还有蓬松感。第3个特点呢是香，并且是特别香。小时候烧饼的味道真是太香了。夜太孤单，我太过思念，思绪哀愁万千，只羡鸳鸯不羡仙。雪花一片一片，片片为红颜，融化了春天，盼回南归的雁。夜太孤单，我太过思念，思绪哀愁万千，只羡鸳鸯不羡仙。雪花一片一片，片片为红颜，融化了春天，盼回南归的雁。这个饼简直太香太好吃了，拍完视频就被一抢而光。首先我们来和面，和面呢是在昨天晚上10点半左右进行的。500克高筋面粉当中加入5克糖、5克酵母、5克盐。先用筷子将干粉混合均匀，然后打入2个鸡蛋，用筷子将鸡蛋打散，与周围的面粉混合均匀，然后加进200克室温水，边加边搅拌。搅拌成絮状之后，再加入30克植物油，下手揉成面团。晚上和面目的是想利用水合法和低温冷藏发酵法来制作这款芝麻烧饼。冷藏发酵法呢，又称为冷藏面团、延迟面团，将面团置于0到5度的冰箱内保存，酵母呢处于休眠或者抑制状态。但是呢，根据水合法的原理，面团会自动形成棉筋，所以呢有筋性有嚼劲儿。盖上盖以后，将面盆放到了冷藏室里边进行低温发酵，冷藏室的温度是4度。这样晚上的和面工作就结束了。现在开始去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之后，先来做一个油酥，在碗里加进2勺面粉，少许13香，1小勺盐，再倒入滚烫的油，激发出13香的香味儿。用勺子搅拌均匀，然后加入芝麻糊，最后加少许小磨香油，搅拌均匀。这样我们的芝麻糊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制作饼皮。低温发酵了7个小时的面团，虽然没有形成那么大的蜂窝状，但是已经有了筋性。在案板上刷一层油防粘，将面团拿到案板上，这里呢不用揉面，直接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一个大的长方形的薄片。目的呢，我们要在面片上面刷上我们的芝麻糊。这个面片擀得越薄，卷起来以后形成的层次也就越多。面片擀好以后，倒上我们的芝麻糊，用硅胶铲将它抹平，然后从一端慢慢的卷起来。
面片卷起来之后，捏紧接口，然后用刀分成10个小面团，每一个小面团我们烙一张小烧饼。接下来，在每一个小面团的两面刷一层清水，沾上芝麻，用手压一压，使芝麻粘得更牢靠一些。粘完芝麻之后，盖上保鲜膜，松弛20分钟。20分钟回来以后，我们才开始烙烧饼。20分钟过去了，烧饼完成了2次醒发，已经变得轻飘飘的了。用手把每个面团按得扁一点，这样烙的时候呢容易熟。接下来开始烙饼，在平底锅里加入少许油，凉油凉锅，放入饼皮。这里烙饼有2个要点，第一呢，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煎；第二，要经常翻面。我这个电磁炉一共有12个档，我放在5上，一共烙了10分钟。怎样判断饼是否烙熟了呢？用铲子压一压，饼马上能弹回来，饼呢马上反弹回来，就说明饼熟了，可以出锅了。这个5香芝麻烧饼真的是好吃，它刺激你的味蕾，增加你的食欲，让你吃完这一个饼以后，接着再想吃下一个。就是不就菜也能吃3个小饼，真是太香太好吃了，特别推荐给你，并且颜值这么高，内馅又分层又很软，所以特别可口，口感特别好。来看看，烧饼烙好了，芝麻烧饼做好了，你看看这颜色，真是厨房满满的香味，真香。下面我们来尝一尝。啊，你看外表酥脆酥脆的，一碰这掉渣，你看，哇，哇，你听，外皮是酥脆酥脆的，内馅呢确实是太软了，因为用的是发面饼。越嚼芝麻的香味就慢慢上来了，芝麻的香味，烙的小麦那个香味，芝麻的香味加上焦焦的这个面粉的香味，哇，真是太棒了！还有一点盐的香味啊，五香粉的香味，越嚼越有滋味，越嚼越想嚼，这个食欲马上从上面反上来了。吃完这一口马上想吃下一口，吃完这一口马上想吃下一口，哇，太香了！五香粉的香味，芝麻的香味，小麦的香味，还有一点淡淡的盐味，哇，混合在一起真是真是刺激你的味蕾，太棒了，
哇，吃这一个饼，真是中午饭能解决了，并且它长时间它不饿，并且还这么香。如果中午带饭的话呢，可以带2-3个饼，就什么菜都可以，就是不就菜3个小饼，一会儿就下肚了。太好吃了！哇，真是太棒了！来，请你吃芝麻烧饼，这是小时候的味道，让你能想起小时候在那个四季上卖的那个烧饼的味道，真是太香了，真好吃，并且这个做法还简单呢，特别推荐给你。好，谢谢你的陪伴和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